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2025成毅年，压轴的英雄志到底藏着啥？成毅英雄志，那束不合时宜的光，还要让我们等多久？眼瞅着2025年就要来了，坊间都在传，这可能会是成毅年。确实，想想他手上攒着的剧《富山海》蓄势待发，《狐妖小红娘王权篇》也吊足了胃口。年底说不定还有《长安24季》惊喜空降。这位前2年存货不多的演员，似乎真要一口气迎来大爆发，粉丝们摩拳擦掌，简直要过年了。可在一片欢腾的期待中，总有个名字让人心里痒痒的，又有点沉甸甸，那就是英雄志。说真的，要论起2025年最让人揪心、最放不下，也最寄予厚望的剧《英雄志》，绝对排得上号。为啥？因为它从根子上就透着一股不一样的气质。但这剧吧，就跟高手过招似的，稳得很，迟迟不见定档的动静。到底在等什么？是时机未到，还是有什么幕后考量？咱们这些局外人猜来猜去，也摸不着头脑，但这等待恰恰是因为它值得。英雄志这剧不是那种轻飘飘的偶像剧，它一脚踩进了历史的尘埃里，背景设在明朝那段风雨飘摇的土木堡之变后。一张神秘的羊皮卷，像命运的绳索，把一个原本只想安安稳稳开面摊的寒门书生卢云，硬生生拽进了权力的漩涡中心。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他本可以低头不见抬头见地过小日子，却为了救忠良之后惹来杀身之祸。他本可以攀附权贵换条活路，却偏要在那个电闪雷鸣的雨夜单枪匹马闯刑场，只为一生冤枉。这剧狠在哪儿？他不给主角开金手指。你看卢云，为了证明清白，他能做的就是跑断腿，磨破嘴，用尽一个普通人的所有力气。可到头来呢？当权者一句轻飘飘的真相不重要，就能把他的所有挣扎碾得粉碎。那种无力感，那种小人物对抗庞大机器的绝望，隔着屏幕都能让人心头一紧。这不就是现实有时会露出的獠牙吗？而英雄志的格局远不止卢云一人，他有关海云远4大主角，杨素官的深沉如箫，带着点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悠远，秦仲海的豪迈四股，是关东大汉雷响的那种苍凉又带劲，武定远的直接像唢呐，是黄土地上最嘹亮也最接地气的那一嗓子。而卢云就是那把二胡，欢快时能逗你笑，悲伤时能惹你哭，看似清高，骨子里却透着一股子亲近。这4个人随便拎一个出来，都是响当当的英雄好汉，但把他们放在一起，用命运的丝线缠绕，那才叫真正的英雄志，一部荡气回肠的叙事史诗。咱们今天先不聊杨素官有多帅，秦仲海有多猛，武定远有多混，就单单掰扯卢云身上的那点光。这剧最戳我的一点是他把卢云塑造成了一个时代的病人，他心里揣着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的圣贤书，一腔热血想去匡扶正义，结果呢？在官场，同僚笑他太傻太天真，不懂规矩；在江湖，草莽觉得他迂腐可笑，不识时务。卢云那股子轴劲儿，那份坚持，在那个黑暗沉沦的时代背景下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，那么不合时宜。他心中有光，眼里也有光，但这光太微弱，反而映衬得周围的黑暗更加刺眼。写到这儿，我突然觉得卢云的这种倔，这种不合时宜，跟成毅本人是不是有点奇妙的呼应？你想想，在这个光怪陆离、追名逐利的娱乐圈里，成毅似乎也总带着点不合时宜的味道。明明演技摆在那儿，却闷头拍戏10几年，不争不抢，没什么花边新闻，也不热衷于炒作自己。
他好像就守着自己那份初心，用作品说话。当别的明星想方设法雇粉割韭菜的时候，他反倒提醒粉丝要理性消费。当流量和资本可以轻易换来捷径时，他宁愿选择沉淀，去钓鱼，去喝茶，也不轻易下海。正是这份不合时宜的清醒和坚持，让他没有在喧嚣中迷失，反而一步一个脚印，凭着一部部扎实的作品杀出重围，让诚意出品渐渐成了品质的某种保证。那么《英雄志》究竟会呈现一个怎样的故事？卢云又会是怎样一个触动人心的角色？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。等他真正揭开面纱的那一天，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答案。或许就像剧里说的那样，光明越亮，照见的黑暗越深。英雄志想做的，可能不是给我们描绘一个完美的乌托邦江湖，而是通过卢云的血性，他的脆弱，他的挣扎与坚守，让我们在感叹唏嘘之余，也能找回一点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力量。所以，再等等吧，好饭不怕晚，好剧值得期待。这束不合时宜的光，终究会穿透迷雾，照亮屏幕前我们的眼睛。